中东这个欧洲人赋予的地理名词，总是让人想到沙漠、伊斯兰国，还有无止境的战争。最近让欧洲头好痛痛的难民问题，非常多就是从这个区域的叙利亚逃出来的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，目前有400多万难民逃出叙利亚，而有600多万难民逃不出来，仍在国内流离失所。这波叙利亚的难民潮从2011年至今都尚未平息。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些难民呢？我知道了。这是一场叙利亚的内战。这些难民和一般的移民非常不同，移民是为了工作或是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主动自己离开家园，但难民通常是因为战乱或天灾这些无法抗拒的因素而被迫逃离家园。像是叙利亚难民，因为国内的战争，小老百姓无法过着下一秒就有可能丧命的生活啊。而叙利亚这些难民穿越边界来到土耳其，再渡海来到欧洲寻找愿意收容他们的地方。可是几百万的难民哪有国家受得了？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也开始怨声载道，认为难民的进入带来许多社会问题，也排挤其他重要的公共支出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欧盟只好辛苦的努力协调，推出像是难民配额制度来分散各国的压力。但说穿了，这些都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只要叙利亚内战继续打，那难民就会继续增加，欧洲永远都会有解决不完的难民问题。所以我们要问的是，叙利亚内战到底是在打啥？怎么会打那么久呢？2010年，突尼西亚发生的茉莉花革命，引爆了阿拉伯世界追求民主化的浪潮，而叙利亚人民也勇敢的站起来，抗议政府的专制。但他们的独裁总统阿萨德不开心，就派出政府的军队镇压啦，这让原本不爽的人民更不爽啦，干脆直接武装起来搞革命。人民武装起来，大不了锄头菜刀，怎么有办法对抗政府呢？原来后面有一个宣称要推翻独裁的美国老大哥在支撑啊。当然，阿萨德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找来了俄罗斯大熊当靠山。美国说是为了民主，俄罗斯说是为了结束战争，但其实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，双方都犯下像是谋杀、法外处决、酷刑等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。而美国、俄罗斯等等其他国家的缴获，除了让战争全面升级外，根本没有任何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又多了一个 ISIS 伊斯兰国来叙利亚缴获，三方夹啊夹，人民就像片夹心饼干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！整场叙利亚内战绝对不只是一个国内战争而已，还有大国的角力在其中。如果要解决难民的根本问题，不能只是想办法增加配额安置难民，而是如何结束战争，让难民早点回家。好的，今天的目击者就报道到这边，拜拜。